你知道吗？在亚洲有几个地方因为一座人工岛而改变了整座城市的价值。新加坡的 Marina Bay 从一片海变成全球最贵的城市地标，迪拜的 Palm Jumeirah 把海岛豪宅带到世界舞台。而今天在槟城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具有国际潜力，而且是东南亚罕见的一个海岸新城——安达曼槟城。安达曼槟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ie。今天欢迎来到槟城安达曼这一个项目呢，它在未来20年会影响槟城的一个项目。而这个项目呢，它算是一个城市衍生计划。什么说呢？就是等于是一个新的生活圈，它是在槟城北海岸延伸出来的一个大型项目。而这个岛独特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把一般两个不会出现在一起的元素放在了一起，一边就是城市的便利，另外一边呢就是海岛的度假感，有意思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，把安达曼岛放在地图上，位置就在槟城岛东北角，就在 Straits Key 还有 Gurney 海岸线的对面，有2条永久桥梁连接回到冰岛。第一条桥呢是直接连回 Seri Tanjung Pinang， 是 E&O 已经建成的成熟城镇，有欧式风格的购物中心 Straits Key， 还有游艇码头而闻名，位于Tanjung Tokong 郊区，是槟城高档生活区之一。还有另外一条桥呢，是连接回去哥尼的区域。安达曼以后呢，可以连接到槟城最黄金的新规划的海滨大道。而这里呢，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公园，有商场、有餐饮，还有公共空间的集中地。同时呢，这里也很靠近大家都熟悉的哥尼 Drive。这一条桥呢，是安达曼的其中一个主要通道，就是未来的日常工作、上班、日常购物等等的，就会透过这条桥梁往返。那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，我也给大家讲一下目前已经存在的生活配套。从这里开车到 Gurney Plaza 还有 Gurney Paragon， 它就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。那如果要开车去到乔治市 Georgetown， 就大约是15分钟的车程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到教育，因为来到槟城呢，有很多都是一家人来，就希望孩子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。10分钟的车程里面呢，就有 Stonyhurst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还有 Prince of Wales， 还有 Tenby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还有槟城有很多的知名学校就在这一边的附近。那除了刚刚所说的安达曼岛本身呢，也会有学校用地。再来是医疗，15分钟的车程里面呢，可以去到 Grand Eagles Medical Centre、Island Hospital， 还有 Mount Miriam Hospital， 都是槟城很受欢迎的私立医院。就是说，你从家里出门15分钟里面，你可以带孩子去学校、下楼吃早餐、去商场买东西、去海边散步、跑步、骑脚车、去社区活动都可以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蓝图，因为这里是有规划了3个核心区域。A 区是一个海滨住宅、海岸生活方式。而这一期呢，重点开发的区域就包含了低密度的住宅，其中一个就是 The Loop， 还有面海的公园、海滨的步道、零售单位、学校预留地，就像新加坡的 East Coast Park。可以看得出呢，这一区注重的就是一个生活品质，讲的是低密度、舒适度，还有可步行的一个城市住宅区。而在 B 区呢，它就是一个商业的核心区，这将是整个岛的经济心脏。未来会有办公楼、海滨商业街、餐饮区、社区中心、酒店、Marina 码头，还有商业和住宅的综合性项目。这个区域它的定位呢，就是冰岛北部未来的一个商业中心。那么这些这么具有商业价值的元素出现了过后，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住宅价格会提高，租赁需求也会提高。那接下来呢，它也是等于未来槟城年轻人的一个 work and play， 就是生活还有娱乐的一个集中地。那接下来到 C 区，C 区呢，它就是自然保护还有社区配套。这里呢会有大型的滨海公园、保留自然区、公共的海岸线，还有社区的设施，就比如学校、医疗、运动中心等等。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，整个岛呢是 E&O 开发商统一开发、自己规划，那就变成说价格可以控制，
环境也可以控制，就是一个规划非常完整的 master plan 大蓝图。而通常这一些大型的发展呢，它都会随着每一个阶段的落成，再提高它的物价。就比如说那条桥建好了，更多的交通引进来，学校开了，也更高的家庭需求，商业店铺开了，租金也上涨，公园做好了，转售的价值还有需求也提高。好了，讲了那么多，现在我终于带大家去看大家都想要看的，我们看房子 ，Let's go。那我们先来看看 The Loom。The Loom 呢，它是安达曼岛第1期的住宅项目。这栋楼只有261套，非常的低密度。户型设计来说，属于偏大，1700平尺到2800平尺，马币190万开始就可以买到。来，我们先进来瞧一瞧。哇，就是这一个人生。突然间很感慨，因为一进来呢，就感觉到那个豪华感。这个单位它是2800平方尺，有4个房间。从大门一路走进来，就经过了这一个温馨的鱼骨拼的实木地板。那么往前走就是我们客厅位置了。那它户型图的话呢，可以看见客厅呢就在凸出来的一个正前方。站在这里可以看见左边、前面还有右边3边都采光，意思就是说180度的海景。如果不是海景，也会有公园景，这边都是无遮挡的景观。如果我会打筋斗的话，我应该会翻筋斗给大家看。OK， 它就是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空间。那么在这一边的话呢，就可以进来厨房位置了。往这边看的话，还有一个小院子，所以你这个空间它也是有自然的采光，还有通风的。好了，作为豪宅的标配呢，通常会有2个厨房，就是一边西厨，一边就是中厨了。同样的，在这边呢有窗户，也有这个小院子，所以它也是通风采光。那如果是往这个方向走呢，可以看见这个佣人房或姐姐房就在这一边，那它也有自己的浴室。那如果是往这边，我们就出回来这里了。哒哒，好，刚刚我们就走了一轮所谓的东区，那么我们进来禁区，所谓的禁区就是卧房了。那么卧房的话，分为2边，那边2个房，这边2个房间。先来看看这一个。对了，这里也补充一下，每一个房间呢都带有它自己的浴室，所以所有的房间4个房间都属于是套房。那这个房间呢，它是设计成了一个书房，是日式的那一种，所以可以看见呢，那感觉是非常的温馨。这感觉呢 ，E&O 都是很喜欢用这种线条式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非常的特别啊。OK， 在这边工作的话，应该心情也特别好。那如果是进来这个房间的话，这边整面都是衣橱、衣柜，然后呢，自己的浴室在这里。在浴室里面呢，可以看它的墙砖是有那些碎石感觉的，就是一些类似复古的那种设计。嘿，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？一样的。好了，就是深绿式的一个主墙设计，就是带出那种热带风情的那个设计感哦。OK， 那房间里面呢，空间也都非常好，就是放了个双人床啊，还有书桌位置啊，还有这个2边走动的空间呢，都应该足够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另外2个房间。哇，好远，可以再来。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应该会在这边踩树歌。先进来这个主人房，那么进来主人房的时候，就可以看见，也是这个衣柜就在这一边。进去房间之前呢，我给这个浴室给吸引了。来，带大家先看浴室，双人洗面盆，还有这个浴缸。浴室的前面这一边呢，就是落地的这个窗口，对，它是那种转角的 L 型的窗口，所以是采光的。幻想一下，在这边泡澡，然后欣赏海景。好了，进到来我们的主人房啦。没有，好，这个放了个 king size 的床哈。OK， 可以看见那个空间还是非常足够的，就放了个大型的电视，你感觉那个空间还很可以啊。OK， 所以这个房间的话呢，它是温馨得来，也带有那个酒店的豪华感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多一个房间，
就是第4个房间，那它就在主人房的旁边啦，所以一般都是设计成了一个儿童的房间。来看一下这么可爱的儿童房间，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童星也回来了。我觉得刚刚的 Loon 太大太豪华，想要更接地气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看 The Maris。Maris 同样是永久产权，户型更小一些，979到1355平方尺，主打的是便捷还有小户型，重点是马币100万多一点就可以买到了。而 Maris 它是位于商圈这里的，所以它配套完善，步行可以到购物、休闲设施、Marina 码头。事实上，它的地点呢是更方便的。好，现在来到的这个户型呢，它是1177平方尺，刚刚好，就是符合很多人对于空间感的需求，1000平方尺多一点。好，前面这一边呢，就是属于一个落尘区，就是放你的鞋柜啊，坐下来穿鞋子之类的。那进到来这一边的话呢，哇，大家可以看见，它就是开放式的空间，就你的客厅、餐桌还有厨房就在这一边了。好，然后前面的话呢，就有这个大面积的玻璃推开门，你把它打开，哎。连你整个单位呢就很充分的采光，而且通风，因为你把它打开的话，这里还有个长形的阳台。OK， 那一般上晚上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听着海风，好，非常的舒服。那房间的话呢，就是集中在那边。我们先看这里啊 ，OK， 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你煮啊、洗啊什么忙的都在这里啊。然后这个岛台呢也是很方便的，可以放你很多的这个食物什么的。而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小院子，就是你的洗衣间。而同时呢，它这里也是一个窗户，所以你在这边晾衣服的话，你的衣服呢是自然风干。好，那我们转这个方向。就来到3个房间的位置咯。首先一进来这边是主人房，看看主人房的空间，而且呢，这个窗户是朝外的，所以在你的房间里面呢，可以看见跟客厅一样的风景。然后浴室的话呢，它是属于一个简洁系列，就是它是比较亮白色系的那一种设计。来，进来看一下。而这边呢是有一个加1的位置，加1呢就是一个储藏间，大家可以看见很多杂七杂八东西都可以好好的收纳起来。而这边呢就是一个共享的浴室，因为前面2个房间的话呢，他们就可以共享这个浴室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房间，同样的那个窗户呢也是面向外面的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房间也是有很好的采光，而且呢每一个房间都是可以放双人床的。这个是属于2房了，那这边设计的话呢，它就做成了一个瑜伽房。那么当然，如果我们没有很多人住的话，其实多一个房间出来就有很多的功能了，就主要是看大家的平时的爱好啊、生活方式是怎么样。来到这一边呢，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想法，可以在留言区那边告诉我，你对于今天的这个视频或分享有什么感想？那我在这边呢，也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投资或自住的话呢，安达曼岛这里我相信都有可以可以给到你们想要的东西。那我说一下投资的。那投资的话呢，一般上我们都会看重它的长期发展的红利。那在安达曼岛这里，它是属于一个很新、很初期的这个开发。那如果今天你来这边买到一套的话，基本上你是属于接近就是第一手的价格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投资长期发展的那一种的话，开发商是非常的重要。而这个开发商呢，它不是第一个填海的项目，它在槟城已经很出名了，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的这个 Straits Key 也是来自同一个开发商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想要买个海景房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先进的城市想要买一个带有海景的豪宅，一般上它的价格都不一般。所以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以一个马币100万多一点就可以入手3房的一个户型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规划的很整齐的 Master Plan 大蓝图，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休闲的或者住宅的都规划的很好了。所以未来以后就好像我说的，价格可以控制，环境也可以控制。那如果说Ellie 我不是投资的，我要自住的，我要在槟城退休，那可以啊，因为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全新的环境。就如果你很注重那个整洁度、整齐的、干净的、安静的社区的话，那这里可以给到你。那还有就是方便性，因为主要就是15分钟的生活圈，基本上你步行去到你要购物啊，或者是见朋友啊、吃东西等等都可以解决，所以这对于自住的需求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呢，可以联络这个电话号码咯。那我本身或者我的团队可以给你更深入的分析，还有来到样板间带看，
接下來結束之前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還有分享。我們下一期見啦，拜拜。睇到少少咁樣，睇到呢個建築物少少、樹少少、海少少。我們看見了另外一個，就來 OK 來1、2、3。其實呢度背景靚唔靚？裡面的話呢，可以感受到那種空。OK 來1、2、3。那麼在這一邊，大家可以來1、2、3。那麼在這邊呢，大家可以看見四片堂。OK 來1、2、3。